敏感时刻，台军重拾勇虎坦克，以期望对抗解放军装甲群。这款老式坦克能否为台军提供战力保障？面对解放军先进的 99A 型坦克，勇虎坦克是否有一战之力？据台媒报道，台军备局以选甲项目为名，耗资近10亿新台币，计划今年研制台军装甲车辆所需的主动防护系统及复合式装甲，以对抗同时配备复合装甲与反应装甲的解放军 99A 主力坦克。那么改装后的勇虎能不能对抗 99A 坦克呢？首先了解一下勇虎的前世今生。CM11勇虎中型坦克和 M48、M60坦克有着不解之缘。M48中型坦克最早是在1950年代冷战铁幕刚拉开时开始设计研究的，于1953年开始定型生产装备美军部队，距今已经70年了。当时该坦克主要是为对抗苏制 T60坦克，它的战斗权重 49.6 吨，车体最大装甲位于正面达120毫米，侧后装甲则为44到76毫米，采用均质钢装甲。这一数据放在冷战初期算是不错的了，但是和苏联坦克比起来还没法取得优势。尽管美国一路追赶，依旧未能对苏式坦克形成势均力敌，于是在 M48A2 的基础上研发了日后参加海湾战争的 M60 系列坦克，标配采用105毫米线膛坦克炮的 M60， 在尽量缩小正面投影面积的基础上，车体和炮塔正面的装甲厚度均为110毫米，火炮防盾处为全车防护力最强，装甲厚度达178毫米。在那个时期的 M60 系列几乎是将机电模拟式计算机、电液双向稳定系统、被动式夜视装置、激光测试具、弹道计算机、热感观测仪乃至爆炸式反应装甲等新玩意儿，能装就装，或尝试安装到它那庞大的车体上。虽说 M48和 M60 的编制序列号不一样，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巴顿。在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中又称 CM11勇虎坦克为 M48H。可能看到这里有人会好奇了，美国 M48型坦克的生产线根本就没有这个型号，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为勇虎坦克是靠拼装起来的坦克，自然也就不是生产线的产品了。据了解，勇虎是将 M48A3 的炮塔装在了 M60A3 坦克底盘上，再以 M1 坦克的射控系统进行升级而来。勇虎坦克也可以理解为是一辆混合坦克。那么拼装的勇虎实力怎么样呢？据悉，勇虎主战坦克的炮塔用的是 M48的铸造炮塔，防御能力却比 M60的炮塔还要差，成了罕见的脆头坦克。按道理，在冷战时期的坦克都是铸造炮塔，一般都是比较硬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美军组装的时候偷工减料了。有意思的是，台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勇虎加装了法国生产的爆炸反应装甲，为此提升勇虎主战坦克炮塔的防御能力。但是这款法国产的爆炸反应装甲是像宝塔状堆叠在一起，和常见的主战坦克爆炸反应装甲被挂的方式有些不太一样。然而法国人是这样解释道，这种下宽上尖的布置方式可以让爆炸破片向上飞出，避免炸到己方伴随作战的步兵。不过确实加挂了爆炸反应装甲的勇虎，在综合防御能力上确实得到了提升，但也就只能和解放军陆军加挂了爆炸反应装甲的 59D 型主战坦克差不多。99A 型主战坦克就更加不用说了。此外，在台军能够提供军用外挂陶瓷复合装甲的合格供应商只有一家，也就是合成兴业公司。不过这家公司曾向台陆军提供过步兵战车所需外挂式复合装甲，但主战坦克使用的复合装甲还没做过，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技术。那勇虎能与 99A 对抗吗？先来看看勇虎的防护做得怎么样吧。勇虎炮塔的车体均采用钢装甲，正面装甲厚110毫米，侧面厚64毫米。如此薄弱的装甲防护，连二战纳粹德国的虎王重型坦克都比不上。反观 99A 主战坦克采用先进的复合装甲，且厚度相比前者要大得多，何况还在重要部位加装了爆炸式反应装甲，其装甲防护力比勇虎要高几个档次。所以在正常交战距离上，勇虎在 99A 的面前就是纯粹的靶子。再看看勇虎的机动吧，虽然勇虎装甲防护差，但个子却不小，战斗权重高达57吨，其搭载是 M60A3 型主战坦克的动力系统，发动机为 AVDS 17902C 型柴油机，
变速箱为 CD8506A 腰型变速箱，所以它的发动机最大功率也才950马力，最高公路时速为57公里每小时。虽说 99A 的战斗权重与之相近，但装备了动力更强的1500马力柴油机，最高公路时速达70公里每小时，加速性和燃油经济性也更佳。由此可见，在动力性能上，勇虎对比 99A 还是相形见绌。最后看看勇虎的攻击水平吧。勇虎装备的是一门105毫米线膛坦克炮，可以在1800米距离上击穿 T72 的手上装甲，相当于540毫米垂直均质扎质钢装甲。此外，其火控系统在2000米距离上动对镜的首发命中率为82%。然而，解放军的 99A 搭载的主炮口径达125毫米。考虑到口径大20毫米且滑膛炮性能明显好于线膛炮，因此 99A 的火炮穿甲威力、射程、射击精度、身管寿命均优于勇虎。其次， 99A 作为改进型第3代主战坦克，火控系统十分先进，在2000米的距离，动对动首发命中率在90%以上，且夜战能力也明显强于勇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勇虎主战坦克确实是可以通过加挂复合装甲和更加先进的爆炸反应装甲来提升自己的防护能力。但如今在焊接复合装甲120毫米以上的坦克炮、主被动防护和猎箭式火控为主导的现代坦克面前，采用铸造车体和炮塔以及采用105毫米坦克炮的勇虎，除了笨重还有点鸡肋，剩下的就要靠士兵自己给自己壮胆了。遭遇东方雄狮，勇虎恐成病猫。综合来看， 99A 主战坦克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要比勇虎强得多。专家也就此评论道，勇虎想要与 99A 战力平衡，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看来台湾又会不惜花重金来引进美国的 M1A2 主战坦克了。当然，台军还得接受一个现实，台湾地区本就是山区密林多，大部分地区不适合坦克行动，更不要说坦克大规模作战。因此，这些坦克必然只能集中在沿海地势低的地方作战，执行阻止解放军登陆的任务。但结果就是挤作一团，成为一个大目标，然后等着一波导弹下来就会团灭。而且除了导弹，解放军的无人机就足以让这些坦克吃瘪。近年来的一些区域战争中，无人机如何吊打坦克，大家也都见识到了。当然，台军方面还有一个设想，那就是学习乌克兰，将装甲部队藏匿于城市中，与解放军进行巷战。只不过台湾不具备乌克兰这样的战略纵深，其四面临海，一旦海路被切断，就只能GG了。因此，只要解放军实现登陆作战，巷战其实是没多大意义的。何况解放军的信息化作战与精确打击武器也不是俄军可以比拟的。因此，台军无论拥有多少勇虎或者M1A2，对结果的影响都不会太大。